這是一台16歲的加長版大 G， 曾經被正哥說像邁巴赫 62S， 如今落得这般田地。我們已經出了3期翻新視頻，如果你沒有看過，那這期完整修復過程一定不要錯過。先看车况，像臘肠一樣的加長 G55， 整個車內就像恆河水一樣乾淨，地台隨處可見膠水污漬、切割焊接留下來的鏽跡，還有大把拆壞的配件。比較醒目的可能就是王傑克最愛的廚房通風管道了。從音響單元的選擇上能看出車主之前下的成本並不低。再說車外也經不起細看，重新噴的漆面出現了掛流，這一連串的糟心事讓車主難以接受，中途就把車送給我們了。他想讓我們把車修復成原廠的狀態，並且全車電泳，讓車主下次見到這台車就是提新車一樣。那定好方向，直接開拆，看看加長版還有哪些我們不知道的秘密吧。拆掉座椅，我們發現原車左右 B 柱居然裝反了，原车後排加热按鈕被移到了前面，這也是座椅會被 B 柱擋到出現異響的原因。頂棚因為後排的隔斷，天窗是不能打開的，可以看到黑膠還有熱熔膠已經填滿了天窗軌道，後排通風管道上有堵上的，有些風管非常的凌亂。在拆除五门门板的過程，我們沒有發現任何一顆原廠螺絲，全部都是自公司打上去的。數了一下，一共有80多顆，這讓我想起一位故人。除了車身中間的窗戶是加長部分，兩側後門整體也做了加長。後門門板的材質是手工加長門板後，再經過樹脂脫模得來的，摸着質感非常硬。可以看到它後門焊接的痕迹，具體加長了20公分，往里看已經鏽蝕了。這些還不夠，直到我們看到它的底部已經鏽穿了，另一側還打了沙包這麼大的玻璃膠，整個鏽蝕部分還在往周圍蔓延。我們得抓緊時間分解這台車，不能再讓它爛下去了。拆空儀表後，我們看到了這台車的排氣線束走得非常肥膩，相當陰間。把車內的配件全部收納完，我們就要拆空車頭，把車頭和車殼連接的線束拿掉，分離車殼，為電影做準備。等到拆空車頭，我們終於可以分離車殼了，又到了我們星际
穿越時刻。分离完车壳，整個底部全是锈迹，裙邊和焊接位置，還有加長的門板底部已經完全爛掉了。我想每位車主都想自己的愛車陪自己更久。如果說三大件可以修復整備，那锈蚀的車殼才是真正車齡絕望的倒計時。那這就是讓這台車重新支棱起來的電泳工藝，它需要經歷4大類工序，就能讓車殼恢復到接近出厂時的防锈水平，就像把大象放进冰箱一樣簡单。那準備電泳的過程讓我們造夢車庫工時爆炸，整個過程非常累，但估計會讓你們看的非常爽。電泳前需要拆除車殼上的線束、玻璃胶、橡胶件，这個膠條啊，它是用的塑料的，以及鏟除各個部位的所有非金屬部件，最後把車殼鏽爛的位置補全，修復變形的鈑金，才能進入電泳環節。總的來說，就是把車殼變成裸鐵的樣子。整車拆空後，剩下要清理的就是瀝青指針板。放上干冰，等待15分鐘左右，就可以聽到瀝青遇冷收縮裂開的聲音，這就可以將大片的瀝青鏟起來。那這個方法並不像國外翻新老歌一樣處理起來把瀝青鏟得很乾淨，因為指針板除了瀝青，還混合了石棉還有橡膠粉，所以鐵皮表面還是會有不少的殘留需要清理。那用乾冰的好處就是避免熱風槍烘好瀝青產生有害物質，從而保護我們師傅的健康。在脱漆過程中，脱漆劑泡下去，大面積的黑漆並沒有很好的起皮效果，因為它有3層膩子。对，他們用膩子是裡面有纖維膩，這是什麼操作？最底下的是鸚鵡鈑金灰，接着是綠色膩子，最外側的是普通原子灰。膩子的存在讓我們脫漆非常慢，但這還不是最麻煩的。全車粗略的脫漆後，我們還需要把鏽爛的位置補焊，不然電影的意義就沒了。這就需要用到折邊機了。
两側裙邊造型經過壓邊機調整鐵皮角度，做成了原來的樣子。同時，我們還為兩側加長的窗戶做了折邊，用美纹紙印好原来的鈑金造型，就可以開幹了。让電影更接近原廠，我們需要讓車殼盡量做到裸鐵的效果，來提升電影塗層的附着力。那這次玻璃珠噴砂可以解決我們打磨不到的鐵皮死角。由於喷砂之间磨料粉對鏡頭有飞濺傷害，但我們還是準備了螺絲、本板、鉸鏈，讓大家一起感受這個過程。噴砂的原理就是壓縮空氣，噴出磨料顆粒，在衝擊的過程中把金屬表面原有的漆面涂層去除掉。那這個過程不僅可以除掉鏽跡、油污，還可以去除我們焊接留下來的毛刺和飞邊，這樣我們的車殼鉸鏈就會形成均勻的粗糙表面。這些為電影提供了理想的附着條件。看我們視頻的車友應該很了解電影了，那這次咱們系統地說一下電影。電影4大類的第一項就是前處理，我們需要對車殼鐵皮進行脫脂、水洗，再磷化。之前有人说沒有看到磷化的過程，只聽到硅烷處理。其實硅烷處理就是替代磷化工藝的環保處理，且有等效防護。車殼表面形成的硅烷膜和電泳漆結合，超過1000小時的耐鹽物測試也比400小時的磷化效果會更好。硅烷液處理完成，經過多次水洗就可以進入電泳。我們車身通上負極電，池內帶正電的電泳漆樹脂粒子在電場力的作用下，會向負極車身遷移並沉積。接着就是電泳後清洗，我們要清理表面多餘的電泳塗料。那最後一步就是烘乾固化。烘乾後的車殼希望能陪車主走得更遠更久。車殼我們電泳完了，那大梁的狀況呢？加長焊接的位置表面生鏽不大，
比較嚴重的就是後排油箱位置出現了大面積锈蚀。還有一個比較尷尬的情況，因为這台車有一个超大的副油箱，所有的管道线束都擠在大梁和油箱中间，那車殼掉下來的鏽跡已經讓這些線束也生鏽了，前風洞箱還有漏油的情況，這意味着我們要分解大梁來翻新。那既然整個車殼都已經電影了，底盤也順手翻新了吧。我們決定先給大梁除鏽，在鏽跡嚴重的位置先噴上環氧，再做防鏽，再整體拆解，和車殼一起噴漆。其實車主一開始認為大梁生鏽問題不大，但看到我們除鏽後的表面，才決定讓我們把大梁上所有的配件拆空，整體都要給它洗個澡。車殼噴完環氧中塗底漆之後，我們還要在這個基礎上打上鈑金膠還有結構膠，來進一步做防鏽密封，提升鈑金結構的穩定性。之前加長位置居然沒有鈑金膠還有底盤裝甲，這次翻新我們希望能陪車主走得更久，把之前沒有的底盤裝甲全給它補齊。
車殼上的油漆我們一共有4道工序：環氧底漆、中涂底漆、色漆、清漆。这些涂装材料我們盡量都使用鹦鹉水性漆，只有漆面有高檔感，才會有提新車的感覺。底盘零件的翻新，因为视频时长的原因，我们就在安装过程中跟大家展示。这次車主還要把之前棄用的天窗重新修復，並且詢問了我們有沒有更好的內飾配件。這可算問對人了。之前 G65 改新款由於內飾電子件的成功，讓我們車間有超多的老款車改新，那拆下來的老款車配件再也不用冰冷的躺在我們倉庫了。就在我們對接完配件，車主又雙若琢來了一個新的要求，後排用新款座椅。那用新款座椅，車廂就會留出超大空間。這個做法我不懂，但這個事情我們幹得不錯。因為新款座椅的安裝位置不同，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轉接板連接車殼底座，座椅再安裝在轉接板上，這樣就能不切車身，無損的裝上新款座椅。一切搞定，我們就可以組裝全車了。
這次我們車內沒有做大的變動，內飾除了後排座椅，一切都是原汁原味。送到我们手上時沒有的頂棚，我們找了2塊老款大機的頂棚來拼接制作，算是滿足了車主不要木板的需求。另外，由於車身過長，後排其實很難吹到空調的冷風，我們也專門做了壓縮機和导風管，讓一輛加長車型的後排乘客實現了冷暖風自由。這可能聽起來有些離譜，但完工後的效果還是讓車主比較滿意的。在给大家看最终翻新效果前，车子还需要我们的最强质检员替车主把關好自己心裡的那一道道翻新標準。就是半年的時間，國內只有3台的加長機務終於離開了我們。我還是不明白，這麼小的後排，這麼大的車廂，到底是幹嘛的？不管了，總之希望我們都能開上自己夢想的汽車。晚安。